这龙神百变竟然能让我拥有变身万兽的能力！撒手！李山，你是周老爷的佃户，秋收的粮食，老爷肯分你们2成，以示仁慈。你竟还敢藏私！这是我自己院子里种的粮食。起来！老爷赐给你的粮才是你的，老爷不给，你不能私种，更不能私藏。老天爷，给我一条活路吧！吾乃神龙，万兽之首。有缘人，你解开封印，我便传你龙神百变。我的伤全好了，还有刚才玉佩里竟然出现一条龙。这里是神龙空间。哎，这个是神龙传我的龙神百变。这龙神百变竟然能让我拥有变身万兽的能力，而且未来还能得道成仙。成仙也是未来的事情，现在还是先弄点粮食吧。哎呀，这龙神百变需要生物之血为翼，我该找个什么生物试一下呢？死蚊子还敢咬我！哎，我要是变成蚊子，就可以绕过看守，去周扒皮的粮仓里搞点粮食了。嘿嘿，龙神百变！哈哈哈！我真的变成蚊子了！嘿呀，接下来就是去周扒皮的粮仓里拿粮食。嘿，这粮仓日日夜夜都有人守着，哼。不过现在对我来说形同虚设。变。这怎么还蚊子呢？我闪！你可真精神，还有功夫和蚊子较劲呢。算了，一只蚊子而已，又偷不了粮食。谁说蚊子就偷不了粮食了？我变成蚊子后，真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！我靠，这么多！这有的都已经发霉了。该死的周扒皮，粮食多到发霉，还要抢我的粮食！好，现在这些粮食都还给小爷我吧。现在这些粮食都还给小爷我吧。神龙空间，收！哎呀，现在周扒皮的粮食都是我的了。老爷，把门打开，我要检查一下粮食。是老爷。周扒皮来检查粮仓了，好啊，那你就在这儿慢慢查吧。最近没出什么岔子吧？老爷，您放心，我们2个一只老鼠都没放进去，库房的粮食保证1粒都不会少。老爷您请。我的粮食呢？我的粮食呢？啊！你们2个就是这样看守的？老爷，我们一直都守在这里，这里真的没有一个人进来啊！没有人进来，
那就是你们金手自盗。老爷，我们可没这个胆子。您给我们时间，我们一定把所有的粮食都找回来。对，那还不赶紧给我去找！要是找不到，把你们脑袋顶下来当夜壶！哎呀，终于吃上东西了，这龙身百变就是厉害呀！骊山，骊山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么早就来找我，难道是来找粮了？哼，找呗，反正肯定什么都找不到。骊山，哎，你们怎么就直接闯进我家了？周老爷的粮仓昨晚被人偷了，是不是你这个佃农干的？我昨天晚上在睡觉。再说了，粮仓不是由你们两个看着吗？我怎么偷啊？米粥，你还说你没偷粮食？昨天你都说没存粮了，今天怎么喝上米粥了？啊！把粮食给我交出来！大哥，这粮食是我借给他的。你说是就是啊，谁他妈不知道你俩是发小？老子滚去！你们怎么还打人呢？打人怎么了？把你们的存粮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放火咬人了。行，我这就去拿粮食。你先走。我就说你这狗东西还有存粮，快去拿！我就知道你狗东西还有存粮，快去拿！你们不是刚刚从我家里拿了粮食，怎么又来李家家里呀？昨天晚上周老爷的粮仓被人偷了，肯定就是你们这些贱民干的。对，我们问了一圈，居然都不承认，那就只好让你们都重新出粮，补齐老爷丢掉的粮食了。龙神百变需要动物之血才能变身，我这就采一点恶犬之血，待会儿我就变成恶犬，让你们滚出去。这就是变成狗的感觉吗？这混蛋佃农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不会阳奉阴违吧？他哪有那能耐啊？你看，这里怎么有一条狗？这狗怎么能这么凶啊？它不会是有疯狗病了吧？疯狗病，我还不想死！救我！你等着，我会要找人来救你啊！救我！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，别追我！就凭你们还想抢我的粮食，看我还吓不死你们！哎，老李，你什么时候养了条狗啊？我这个做邻居的都不知道，它还那么凶。哎，狗呢？哎呦，你快别管狗了，你这腿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就挨了一脚，过几天应该自己就好了。那不行，这万一留下暗疾怎么办？走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哎，不，来走。哎，大强大夫，我这病怎么样？伤了骨头啊，必须要尽快上药了。哎，只是，哎，大夫，只是什么呀？想治好你朋友的病，需要上好的草药。上好的草药，可惜周老爷为了控制药草，不但霸占后山，不允许所有人上山采药，还把老夫之前开垦的药田给霸占了。如今老夫已无草药可用。该死的周扒皮！没事儿啊，草药的事儿我想办法。老李，后山距离这里很远，去一趟要很久，而且那还有周扒皮的人把守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是为我出头才被人打伤，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你成为瘸子呀？蚊子飞得慢，靠腿更是麻烦，但我要是变成鸟可就不一样了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这能有什么办法？除非他能变成鸟。他怎么可能变成鸟？谁说我不能变成一只鸟？麻雀的血踩到了。我的天，这变成麻雀飞得也太快了，而且还那么的灵活，这和蚊子比起来完全不同。后山，我也来了。好困呐！
周老爷为了控制那些贱民，只能到他那高价看病，不允许有人私自采药。咱们可得看好了，不能让草药被人偷了去。哎，有我们2个在这严防死守，这药材怎么可能被人偷了啊？周扒皮这个混蛋，干什么都是为了敛财。不过今天我就让你赔个大的，把你的药草全部收光。神龙空间，收！哎，快看！快！不对，草药呢？不对，草药呢？有人在偷草药，快找，不然周老爷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一只麻雀，我还以为是偷药贼呢，快继续找。这下几乎全部都拿到了，不仅周凯的病能治好，吕大江大夫那边也能用上很久。周扒皮的好梦要碎了，你们就慢慢在这里找吧。大夫，我的病怎么样了？问题不大，但是我现在手中没有草药，没法治啊。哎呀，草药我给你们带回来了。草药我给你们带回来了。草药？哎呦，你在哪儿找到这么多草药的？大夫，这你就别管了，你就说这些草药够不够用吧。够，当然够。李山呐，你这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哎呦，谢谢你，李山。李山，简直神了！这才一会儿功夫，你就拿到了草药。哎呀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而且我也看不惯周扒皮，只要是坏他的好事儿，我必须要做。不过现在还是赶紧治病吧。对，你们2个过来，我把药给你们包好。我只要累积变身4种生物，龙神百变就能升级到第2重境界。如今已经集齐3种，还差最后1兽就可以升级。接下来最好去后山看看。我说不定能在这里找到许多的动物，不过没听说过这后山里有什么大型猛兽啊，都是些小动物。蜜蜂，这应该算一种，而且蜇人还厉害，攻击起来更加防不胜防。嘿嘿，终于可以升级了。刚才的剧痛真要命啊！不过这应该是洗精法髓。我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不过龙神百变绝对升级了，我得去看看。我能在人形下使用动物力量了。除了这些，空间也扩展双倍，爽！哎呀，不过这接下来需要收集到5种动物的血液才能继续升级。哎呀，这升级了果然厉害！以后不需要保持动物形态，也可以使用各种力量，绝对能够打对手一个出其不意。嘿嘿，哎，该出去了，顺便再找找山里有什么动物，尽快凑齐5个动物。蜜蜂，难道我的双手能像蜜蜂的尾针一样蜇人？应该就是了，毕竟我可没蜜蜂的尾针。嘿嘿嘿！站住！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站住！周扒皮的走狗，他们怎么在这里？对了，药田就在这附近。张石，把蜂蜜交出来！这是我好不容易从蜂巢里面取出来的蜂蜜，给你们可以，
拿银子给我花。我就说了不能和这小子废话，还是赶紧抢走他的蜂蜜去讨好周老爷。要是让老爷知道药田的东西没了，咱们可就完蛋了。快把蜂蜜拿过来，给我！放手！原来是没了草药，想要拿蜂蜜来抵账。给我！这怎么可能有用？不过张时这麻烦也算是因我而起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松开！我给你们唯一一次机会，把张时放了，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李山，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有种了？别以为多了一个人就能抗衡我们。别废话了，他这是在找死。有刀，怪不得这么硬气。我得换个方式出手了，哪怕双手可以遮伤他们，正面都不好应对。这就对了，跑快点。算他跑得快。怎么来了一只蜜蜂啊？快！冷静，只是一只蜜蜂而已，我帮你赶走它。退！你他妈下手这么重啊！不准走，一只蜜蜂可拦不住我们。你俩要去哪儿啊？李山，你他妈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这里没你的事儿，给老子滚！谁让你来的？赶紧跟老子滚！哎呦，我的手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手好疼啊！李山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要不想跟他一个下场，带着他赶紧滚蛋！让我滚！看来今天必须要让你见见红了！你的手难道是毒手？为什么碰一下跟遮了一样？毒手，他们还真会想，不过倒是可以忽悠一下。没错，我还真有毒手。你们两个要是再不滚蛋，等我这双手拍你们脸上。多谢你了，李莎。没事儿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本来遇不到这麻烦的，有一部分原因和我有关。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。没事儿，你呀，不用明白，赶紧下山吧。终于走了，现在也是时候找点野兽了。哎呀，这真是越想找什么就越找不到什么。这平日里，这山里的动物野兽多到数不胜数，现在一找，一个个都没影了。我猎物呢？我猎物呢？这捕兽夹上有血，肯定加了什么东西。我把兔子放走了，兔子那么可怜，为什么要吃它？这捕兽夹上有兔子的血，这不刚好是我需要的东西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的家人来赔钱吧。一只兔子100两。放开我！不是我！这万虎怎么能这么欺负一个小孩子呢？算了，我去帮这个小孩一把，顺便还能拿到捕兽夹。嘿嘿，放开我！万虎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你欺负一小孩干什么呀？李山哥哥，他欺负我。我欺负一个小孩，他放走了我的兔子，那我晚上吃什么呀？难道这人命就这么卑贱无比？哪怕活活饿死，也不该吃一只兔子。没事啊，我跟他说。李山哥哥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没有，你听我话啊，你先回去。他走了，那你来赔偿我。要不是他放走了我的兔子，我的早餐早就有着落了。行，我来赔偿你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在那边的树底下埋了些粮食，挖出来给你。你可别耍什么心眼儿，我知道你住在哪里。不错不错。你是不是还有藏有更多的粮食？全部都给我交出来！万虎，我发现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去哪里了？
吐血，现在我应该能使用兔子的速度了吧？这小子去哪儿了？哎，找我呢？你小子在这儿啊？你小子怎么这么快？你猜？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我当然是人了，但是你坏的不像人。求求你饶了我吧！这是我攒的10两银子，都给你了。你以为我像你一样，是个人就杀？我李山做人还是非常有底线的。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：这儿有没有什么大型的野兽啊？没有。这后山咱们村子每一代的猎人都来过，那些猛兽早就已经被消灭掉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一个小孩怎么敢轻易上山呢？没用，滚！都忙活这么半天了，也是时候该回家了，顺便把这银子花掉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我得找个时间找人把我的房子修补一下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去，林大老板的祠堂里进狐狸了！这狐狸不仅天天偷吃贡品，还越生越多，把祠堂挖的到处都是洞啊！这价格不低呀！我也想去。你会抓狐狸，一口气出50两银子，肯定不简单。说的也是。 50两，这样不仅能修补我的房子，还能彻底翻新一遍。哎呀，我还能趁机吸收狐狸，提升凑齐5种动物的进度。看来必须得去一趟了，就在隔壁村。哼，林大老板，我是在青村的告示牌上看到林大老板发的告示才过来的。哎呀，这祠堂里的狐狸太多了，这地下全是狐狸洞。你要是真没办法解决啊，我们林家的列祖列宗，我都要给他挪个位置。放心，我呢有办法解决。那好，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开口，只要能帮我解决这些麻烦，我答应你的50两，一个都不会少，全部都给你。那请问林老板有没有什么药？我拿过来直接放到狐狸洞里。啊，稍等，这个是硫磺粉，狐狸啊非常怕这个味道。只要你能找到狐狸洞，我相信啊，一夜之间他们就会全跑了。只可惜啊，确实太难找了。这对于我来说可不一定，那就多谢林大老板的协助了。那就有劳了。这么多狐狸啊！这怎么还有狐狸的尸体？哎呦，这应该是林大老板派人打死的吧？哼！不过很显然啊，这打死一只压根儿没什么用。不过这倒便宜我了。嘿嘿。接下来，让我看看你们的老巢在哪里。这么简单就找到老巢了，这就把硫磺粉放出来，赶紧走。哎呦，这李兄弟，你可真是太神了呀！这么快就把狐狸的老巢给找到了？哎，轻轻松松，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。哦，这是答应你的50两。那就多谢林大老板了。哎呦，哪里的话，是我得多谢谢你才是嘛。您看，这狐狸的麻烦我给您解决了，那我就先行告辞。哎呀，我这新房子也装修好了，现在还能化形为狐，
简直是一举两得呀！现在应该继续去找一些猛兽，不过可惜了，这后山也没有什么猛兽。猛兽？猛兽？哎，你小子找猛兽干什么？我记得小时候这山上确实有只老虎，不过被人打死了。刘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对了，刘老爷子，我记得您是这个村子里最厉害的猎户了。按您这么说，这山里应该真没有什么猛兽了。哎，不对，我记得您不是有只猎鹰吗？那不也算猛兽吗？哎，我那猎鹰已经被周扒皮给抢走了，就是前几天的事儿。这该死的周扒皮！哎，小点声，你要是想看一眼的话，就跟我走，我知道在哪还能看他一眼呢。那倒不用，刘老爷子，我有办法帮你把猎鹰拿回来啊！你有办法？有，您呢就在这儿等我回来啊！好好。哎呀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使用猎鹰的力量了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猛兽。哎，不愧是猎鹰的势力啊，这远视能力就是强。哎，这样一来就能带走了。我可是答应过要把你一起带回去的。接下来就让我好好感受一下猎鹰翱翔天际的感觉有多爽。我的鹰，我的鹰！你们两个废物啊，连个畜生都看不住，把它给我射下来，射下来！老爷，这鹰飞得太快了，根本打不中。快点的呀！我的鹰，快，赶紧给我射！让你欺负人，连老爷的猎鹰都抢，今天必须给你点教训！哎呀，我的胳膊，我的胳膊！哎呀！快点把他弄走啊！哎呀，不要再打我了！老子一定要把这只鹰打下来！嘿，你们这帮废物打不下来！赶紧送我回房间，快点，快点！算你周扒皮聪明，下次再有机会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，这都快1天了，这里参还不回来，不会出事了吧？哎，你回来了，刘老爷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哎，猎鹰，你真的找回来了？那当然了，我都答应给你找回来了。哎，猎鹰回来了，但是那周扒皮一定会找到我。老伙计啊，你不能陪在我身边了。哎，走吧，老伙计。哎，他真能听懂您说话？当然了，养了这么多年。哎，李山，我还真的谢谢你啊。不过接下来你可得小心了，那周扒皮肯定会找到我，你千万别对别人说见过我，不然他找我还连累到你。没事儿，不怕他。哈哈，不怕。哎呀，年轻人就是有胆量。哎，先走了。哎，这该死的周扒皮，必须想个办法狠狠教训他一下。今天只是把他抓伤，这根本没什么用。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呀，老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那个猎鹰给你抓过来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去抓过来。就你们两个废物啊！你们知道鹰飞到哪儿了吗？老爷，我有办法可以找到猎鹰。说，那个猎鹰是刘老猎人的，猎鹰一旦离开，很有可能就是回到他那边。但猎鹰毕竟目标很大，那老家伙肯定不会放在身边，一定把它藏在了某个地方。我提议，咱们直接在全村抓鹰，闹得所有人鸡犬不宁，逼他自己主动帮我们找到猎鹰。哎呀，哈哈哈，还是孙教头说的方法合我心意。嘿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吧。啊，快去！我们走。
李山在哪儿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李山，再不出来有你好受的。我正想着怎么收拾你们呢，没想到你们主动送上门来，正好先让我教训一下你们这群走狗。你小子倒是有两把刷子，不过我可是老爷的教头，别想偷袭我。谁说我要偷袭你们了？你们几个这时候找我干嘛呀？李山，你是不是偷了老爷的鹰，卖了钱才翻新的这么好的房子？哼，孙教头，这种血口喷人的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说你是你就是，快说，猎鹰给卖到哪里了？不知道。好，你小子有种，别人见到我都是点头哈腰的，你敢顶撞我？给我上，把他家拆了！比我还要快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污蔑我，还要拆我的家？我记住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李山，我给你1天之内拿出1000两银子，要不然带着下人把你家拆了。到时候看你一个人能不能拦得住。我们走。这家伙是跟我死磕上了。不过孙武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还有什么比拆了地主老爷的家更能让他发疯的？哼，看咱们谁拆谁的家！我现在就去找村里最强壮的牛去。老爷，我应该已经找到猎鹰了。李山那小子最近过得很舒服，肯定是他把猎鹰给卖了，不然不会有那么多钱。还是孙教头靠谱，不过也要抓紧时间，要不然我的鹰就找不回来了。快拦着他！力量太强了，这耐力也是惊人。周扒皮，今晚你家绝对会变成废墟。来人，快保护老爷！就让你家来一个顶级装修。这该死的牛，快给我停下来！别撞我家呀！不要撞我的家！你这发疯的牛！今天任务已经完成，我也该走了。哎呀，我的家到底是谁家的牛？给我查出来！我要他碎尸万段！老爷，这肯定是李山那小子干的。之前刚说要带人拆了他的家，这牛就过来了，绝对是他放出来的。李山，你马上派人把他家给我拆了！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老爷，我们现在人手不够，不过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。其他的办法？咱们找几条毒蛇放到李山的家里面，先把他毒死。好，就这么做。哎呀，还想拆我的家？嘿，昨天晚上怕不是可怜的地主老爷只能睡在菜地里吧？嘿嘿。有人放蛇？哼，难道不知道我的猎鹰专门克制毒蛇的吗？没想到啊，这次升级居然是对手送的。嘿，哎，接下来该去神龙空间看看书上写什么了。唉，嘿，我的神龙空间竟然扩展到了15个立方，而且维持动物特性力量的时效从1个时辰变成了1整天，而且1天过去之后，我还可以化形成一个新的动物，从而选择一个新的特性力量。不过这接下来需要集齐7个猛兽的血液才能进入下一步的升级。哎呀，
这果然越到了后期，这质量跟数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。看来不是寻常普通货色就能满足得了的，我得去找一些厉害的猛兽，比如老虎、熊之类的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先看看我新获得的能力吧。太好了，毒蛇！这样一来，再有人敢欺负到我头上，就有他好受的。刚好可以用这一招惩治那些放蛇咬我的人。该走了。怎么没声音呢？不会是死了吧？啊，有人？难道说是放蛇的人？哎呀，摔死我了！李山，你开门那么急干什么？这蛇是不是你们放的？是，那咋了？那咋了？你松手！我们说是老爷让我们来的。是老爷让我们来的。不过这个主意是孙教头说的，他说没有人能杀死你，只能放蛇咬死你。要杀我？好好，我还没起过杀心，这周扒皮居然都想杀人了，滚！周扒皮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老爷，这是我让他们忙了今天一天才造出来的房子，虽然简陋，但好歹有地方住，您就进去吧。没想到我周丕能落得如此境地，回头一定要把李山那小子的尸体给我带回来，我要鞭尸，放解我心头之恨。杀了我还要鞭尸，你不会有机会了。有蛇，有蛇！蛇在哪儿？是毒蛇吗？真的有毒蛇！李山，是你放的蛇！这怎么能叫放毒蛇呢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背后有人的，你敢杀他，你也活不了。你今天都打算杀了我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个？给我杀了他！我杀了你！你都中毒了，还想着杀我呢？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你们两个人，终于死了。现在大家终于不用受他们的折磨了。周扒皮死了！周扒皮死了！死了！他可死了！真的死了吗？动一动，让我检查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他应该救不活了吧？还有口气儿，还依着人心，但我才不会救他们这种垃圾！呸！终于死了！终于死了！是谁弄死的？李山，是你吗？他们放蛇想要咬死我，我只是抓回去给他们放回去而已。放蛇？这么狠毒啊！你是整个青村的大恩人呐！你想要什么，李山你尽管说，大伙都会为你做的。对。我还真有个事儿想问问大家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哪有猛兽？猛兽？我上次路过天成郡的时候，在东边郊外遇到了一群青狼，凶悍得很。天成郡？确定吗？确定，就是天成郡。我看见一群青狼在围攻猎物，很凶悍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是我下一个目的地。哎，你这就要走吗？你不和我们一起分地主的粮食和银子吗？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对我没用了，是时候拿回自己东西了。寿曼屋，衣裳不错，衣服我要了。周丕的宅子不是在这附近吗？看着怎么不像啊？找不到他，可就没法收税。站住！我是天成郡的卫长，周丕人呢？快说！周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好像是放蛇想要咬死别人，但是被人识破了，反过来被蛇咬死了。杀了他，我找谁收税去？连郡守府的人都敢杀！说他去哪里了？我说那人是李山，但他昨晚已经走了。这是畏罪潜逃，去哪里了？
听说他朝着天成郡东郊方向去了。好，他竟然敢一个人独自前往天成郡，我看他真是不知死活。魏长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税8成是收不成了，挨家挨户去收，这得收到猴年马月。去找李山，杀了他，能给郡守一个交代。是。我在这儿等了这么久了，终于等到这3头狼睡着了，现在也该我出手了。根据观察，中间这只应该是狼王，我就袭他的。我也是狼王了，虽然是7个里的第1个，但慢慢来，迟早能升级。这四周的视野竟然这么清晰，也难怪，这狼的视野本来就很好。士兵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都精神点儿！根据情报，李山就在这附近，找到他之后，格杀勿论。幸好我提前察觉了，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呢？难道他们就是地主身后的人？魏长，要是找不到那小子怎么办？找不到？哼，就上报郡守府，还没听说过有谁杀了郡守的人的情况下还能够好好的活着。这个李山必须杀掉。是。哼，来者不善啊，看来必须解决掉他们，不然单纯的躲，他们回去还得上报，到时候就永无宁日了。哼，或许我可以让狼群为我所用。快上，解决他们！这里居然有狼，快撤！有人，救治，快救我！救你？你要杀我，你还指望我救你？原来你就是李善，你杀了我们没有用的。我已经把地主死亡的事情上报，你杀了我们，只能拖延时间而已。你死定了！哎呦，好啊，我不介意再跟你们的郡守好好理论理论。能当周扒皮的靠山，必然也不是什么好货。快说，他在哪儿？郡守就在天成郡最奢华的宅院里，他是我们全郡最强的武功高手，你去找他吧。最强的武功高手，那我倒是要好好试一试斤两。前面应该就是郡守的房间了，不过这里居然也有4名重甲士兵值守，一路加起来保护郡守的至少有100人以上，我必须要足够小心了，要是被发现，多少也有点麻烦。这肯定就是郡守了。魏长说他是全郡最强的高手，不知道到底如何。郡守连剑气都能打出，这可是宗师般的实力，连蚊子都无法靠近，其他的更不行了。至于正面对抗，更是妄想。以对方刚才的实力，哪怕我有牛的力量都无法对抗。唉。天郡守，到了用午膳的时间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里1只蚊子、1只老鼠都不能有。郡守恕罪。仅此一次，先上山吧。你来试毒，顺便再说说最近有什么情况。天郡守，最近有信鸽带来消息，青村的地主被杀了。不过去收税的魏长已经去追杀凶手了。地主死就死了，但是钱没收上来，最麻烦。那凶手必须得死。有任何消息，立刻告诉我。果然和魏长说的一样。唉，郡守这么强，我怕是没法直接解决他呀。甚至还有人试毒，我得想点别的办法。是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暴奴目前已经找到了隐士的大概方向，
就在天成郡西边群山深处。那隐士手中有对我不利的证据，一旦上报朝廷，我就麻烦了。给暴奴增派人手，让他尽快杀死隐士，哪怕是被他的豹子咬死也行。是，我这就去下达命令。暴奴身边有一头豹子，这下不得不去了，而且还能抓到郡守的罪证。到时候郡守麻烦缠身，就没空找我的麻烦。西边群山，我来了。赵文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最好把郡守大人的东西给我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坐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找死！一人一豹，这应该就是豹奴了。要不是他的豹子叫一声，我还难找到，得赶紧找个机会吸下豹子的血液。好好好，居然敢偷袭我，给我上，咬死他！果然，人的力量在豹子面前根本不够看了。你也走！这豹子居然能听懂我的话，哎，那我倒是应该好好感谢他。没有他，我就死了。该死的天一郡守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连暴奴都派了出来。看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得赶紧离开。隐士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当然是离开这里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不过，你是谁？嗨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呢，可不是那个郡守的人。是这样，我之前在村子里杀了个地主，结果那地主也是郡守的狗，我现在也被那郡守的人追杀呢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郡守可真是作恶多端呢。不过你找我有什么用？当然是为了扳倒郡守，不然的话我们永无宁日。而我听说你那儿有郡守的罪证，是不是？有倒是有，不过这和你杀地主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一旦掺和进来，必死无疑。况且我也不知道你的实力，若是盲目交给你，你被杀了，这罪证又被郡守的人抢走，那可就完蛋了。又有人来了，我就知道天一郡守不会放过我，快走！这就3个人哦，这天一郡守的手下可不是一般人，装备颇为精良，我们能逃就逃，千万不能逞强恋战，快跟我走吧！你要这么说，我还非得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实力。这孩子咋这么虎，这就上了？有人！这么猛的跳跃能力，我只在豹子身上见过。你根本不是人！不是豹！不，你别杀我，别杀我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去呢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年轻人还需要历练呢，你应该直接杀了他，别忘了他来的目的可是为了杀我们。这个时候谈什么家里老小？受教了。你刚才的力量是怎么爆发出来的？我赵文习武也有几年了，你刚才的身手已经超过武林中绝大部分人了啊！我有这么强吗？已经很强了，一般人不会是你的对手。但你切不可自傲，以你现在的实力和天一郡守比起来还差远了。他可是真正的剑道宗师，整个夏朝内都屈指可数。一个王朝里都屈指可数的剑道宗师，难怪上次我变成蚊子都差点被击杀。这要是那天变成其他动物，恐怕当场就死翘翘了。跟我去我的木屋吧，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，账本都在里面。好，走。账本呢？你是说这2个箱子里面全是账本？你不会以为是一个本子吧？郡守手下掌握着不知多少地界，村子更是数不胜数，盐铁茶丝绸等几十个分类都有专门的账本，再按照地区和年度划分，这可不是一个本子能写完的。这倒是我小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暂时击败了暴奴和他派来的士兵，短时间内应该没事，我们可以找辆马车然后运走。这个不需要担心，我有一种办法
可以运走这些账本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你得赶紧告诉我剩下的一半账本在哪儿。哦，你不止武功高强，还有特殊手段呢。具体是什么我就不多问了。另一半账本在我朋友手里，你往西北走，找到一片沼泽就能够找到他。见到他以后说宝塔河妖，这是暗号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你得赶紧去，那个郡守也派人追杀他了，我怕到时候账本被他抢走或者遗失就麻烦了。你放心，我很快的。眼下你也应该赶紧走才是。好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。走了。幸好我的系统空间升级了，收起来这些账本绰绰有余。哎呀，现在该去西北沼泽找下一位了。这沼泽地到底在哪里？我不会弄错方向了吧？啊，沼泽地终于找到了，不过这里看起来不对呀。不对，此地的沼气应该有毒。难道是郡守的人已经到了？还是说此地就是这样？百户长，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在沼泽的四周全部下了毒。混蛋，果然是毒药。不过他们怎么没事啊？不错，就这样持续下去，我就不信里面的杂碎能一直撑下去，迟早会被我们的毒给毒死。到时候郡守的命令也能完成了。走，回营地休息。果然是郡守的走狗，他们口中的杂碎，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可是这毒气越往深处越厉害，他们两个人一点防护也没有，肯定有解药。我必须要先得到它，才能继续深入。天黑了，该到我出手了。这么快就又轮到我守夜了，这周围能有什么危险呢？不想死的话，就别出声。别杀我！你别杀我！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好，我知道什么都说什么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你叫那个人百户长，怎么只有你们3个人？这附近还有其他人守在这里？那个人叫陈月，确实是百户长。不过我们是奉郡守的命令，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，所以确实只有我们3个。很好，解药交出来。没有解药啊。你把我当小孩耍呀？我自从来到此地开始，一直带着布条捂住口鼻，而这深处更是毒雾弥漫。可你们3个却什么防护都没做，在这走来走去，你真把我当小孩子耍呀？这确实没有解药了。那个解药是通过杀掉巨蟒之后获得的，但那巨蟒很难找，而且也很危险，所以做出来解药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全吃了。它药效很长，所以没留下来多余的。这有巨蟒？在哪儿啊？就在这附近啊，不过很难找。得赶紧找到巨蟒才行，这样既能升级，还能解毒，也就能直接找到下一个人了。你还是不是人？只有猫才有这么快的速度。你说对了，我还就是猫，不过是只大猫。哎呀，这一般人可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过这巨蟒又该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巨蟒总要吃东西吧？这尸体刚好可以把它引出来，不会有野兽放着白白的肉不吃。嘿嘿嘿。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了。我去，
怎么睡着了？啊！这巨蟒竟然这么快就把尸体吃完了，这巨蟒也太大了吧！不过，我的机会也来了。该怎么得到巨蟒的血呢？难道还得变鹰？哼，看来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哎，现在我应该能变成巨蟒了吧？哼，既然这解药是巨蟒做的，那我应该也能免疫这儿的毒气了吧？哎呀，终于可以深入进去了。这巨蟒在这沼泽地里还不是如鱼得水啊？这样找人就更简单了。这里看起来似乎有人住的样子，而且毒物也不浓郁。顾恒在这里的吧？我已经找了很久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好快的刀啊！找死！这是什么功夫？这是巨蟒的缠绕之力。现在我们能好好谈谈了吗？哼，我不跟郡守的走狗谈。宝塔河妖。啊？是赵文让你来的？没错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你看起来不像中毒的样子。在这个山洞里，毒物不浓郁还好，可是一旦出去就麻烦了。哪怕捂住口鼻，也会不断的中毒，更别提陈月这个狗东西堵住了唯一的出口，我逃不出去了。没关系，你捂住口鼻，我保护你出去。等出去之后，你可以再告诉我剩下账本的下落。账本？现在账本已经不在我手里了。什么？那你把账本丢哪儿了？你也知道，账本有2大箱，我原本将它藏了起来，但是被郡守的走狗给找到了。可是那个百户长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我，依旧打算毒死我。那你知道账本被送到哪里了吗？知道，东边20里有一个小营地，我只知道他们打算把账本运出去。但是这边过于深入野外，马车不好进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账本应该还在营地里面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用身上的衣物做一个口罩捂住口鼻，我安全的带你出去，再去找账本。好，那我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走。啊！该死的，老妖居然不见了，一定是顾恒搞的鬼，必须要找到他。可是进去的话，顾恒就有可能逃出去啊！这毒我快坚持不住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前面马上就到了啊！快走，别回头！顾恒，我要杀了你！顾恒，我要杀了你！快跑！这般货，救我呀！救我！这人要勒死我！你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力量？你死定了！我陈月的外号可是毒百户，吸入了我的毒，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。唉，这不可能！还有什么别的招数？这怎么可能？全都使出来吧！你要对我做什么？让你感受一下巨蟒的力量。想好？不要杀我！我不想死！不要杀我！我不想死！完了！终于全部解决了，顾恒应该也已经安全逃走了。接下来就是要找到剩下的账本，然后把它上交给朝廷，给这个郡守来一点小麻烦。
都听好了，我们明天要把这2箱账本搬出50里外。啊，郭千户，您确定？2箱账本可没那么轻啊！对呀，真要搬的话，众家恐怕得卸下来，不如让陈百户他们回来，他们搬起来的话更轻松。这身重甲连老虎的进攻都能抵御，绝对不能卸下来，我意已决。而且只有50里路程，到了那边就用马车接应我们了。现在都回去休息。是。这地方怎么会有麻雀出现？这么奇怪。这重甲连老虎的攻击都能抵御，我一个人估计是不可能打得过这3个重甲士兵的。而且那千户看起来也是武功高强，该怎么解决他们？真好吃野猪肉。野猪肉？这附近有野猪，这也算是猛兽啊！堪称陆地上精力最旺盛的动物，獠牙更是又长又猛。吸血之后，我距离升级就又进一步，说不定还能让野猪冲到这里，击败这里的人。我这就去附近找一找。我去，这么大的野猪，獠牙这么长，我估计这陆地上除了顶级的老虎和熊，应该没有任何动物能够从陆地上正面击败它了吧？还是蚊子厉害啊！只要能够吸血，我根本不带怕的。这么长的獠牙，绝对威力十足。待会儿就试试他们的重甲到底有没有那么猛，居然连老虎的攻击都顶得住。跟我来！今晚都好好休息，我们明天就要去藏账本的地方把它带走。怎么回事？就让我试试野猪和牛的区别在哪里。稳住！拿刀！嗨，皮糙肉厚的混账！这就倒下了。不过这重甲倒是足够坚固，但可惜里面的人已经被撞死了。该死！为什么野猪会突然袭击我们？啊！你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？这位大哥，救我一命！我李山呢，从来不是这种见死不救的人。不过很可惜啊，你是我的敌人。什么？账本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找了整个营地都没找着啊？什么账本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呦，你早上不是说过吗？你明天一早要把账本送到50里之外，因为马车根本到不了这种地方。原来你都知道啊！少跟我废话，账本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你能放了我吗？不能，因为从你选择当郡守的走狗开始，我们就不死不休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，我会把你喂给巨蟒。哎呀，听说这巨蟒进食的时候要把猎物给勒晕，然后再一口吞入肚子里。这样的话，这猎物很容易在巨蟒的肚子里醒过来，但是全身已经被勒骨折了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的消化。我说，就在东边2里地外的山坡上，我埋在那里了，我可不想被巨蟒吃掉啊！还算识相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不过你最好不要骗我，要是我没找到账本的话，你会比被巨蟒吃掉更惨。终于找到剩下的账本了。等我把这账本交给朝廷，郡守之位肯定要丢，丢了看你怎么追杀我。哼，有空间就是好。哎呀，看在你这么实诚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毕竟你拖着这副残破的身躯，在这片沼泽里，只能痛苦的死去。哼，杀吧，杀吧，杀了我，虎奴会为我报仇的。哼，虎奴？如果明天我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见到虎奴，他一定会找到这里的。你碰上他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他为什么叫虎奴啊？是因为身边有只老虎吗？没错。明天接应我的就是虎奴，他可是郡守手下最强的高手之一啊！好，等我找到账本，
我明天就在这里等他。你疯了吧你？那虎奴可是顶级高手，你打不过他，就连郡守都要用好几招才能降服他。你碰上他就是找死。这就轮不到你管了。嘿嘿，这就是野猪力量的全力一击吗？这要是换成了老虎，嘿嘿嘿，虎奴啊虎奴，我求求你，赶紧来吧！国泽，为什么？竟然全部被灭杀了！你就是虎奴啊？我就是。难道是你杀了他们？是，也不是。油嘴滑舌，找死！人呢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难道是我中了什么幻术？老虎的血就是不一般呀！我的虎，这里为什么会有另一只老虎？原来这就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感觉。就是你，一定是你杀了我的老虎！我和你拼了！好啊，我正想用老虎的力量跟你较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打败你。你妄想！这就是老虎的力量吗？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不可能，实力比我强的人，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你怎么可能拥有这种能力？那我建议你再多长1只手，用来数数。不，快来啊！我还没玩够呢。算了，原本看你有几分实力，不过到此为止，因为我已经懒得再玩弄你。不，别杀我，我还不想死。你这话说的，像你杀我的时候我就想死。既然咱俩都不想死，那就只能请你去死了。跑得还挺快，我倒想看看你能往哪儿跑。应该甩掉他了吧？应该甩掉了吧？这里怎么还会有老虎？这一定是幻象。果然是你，真的是假象。就你这还叫虎奴啊？我看你是老虎的奴隶吧？带着你的幻象下地狱吧！别杀我！我知道郡守造反的铁证。造反？谁造反？郡守还造反啊？对，郡守一直都想造反。哎呦，有点意思啊！我这刚拿到郡守的账本，现在我又遇上了郡守要造反。你拿到了郡守的贪污账本？你是不是郡守的仇人？我跟你说，单纯把账本交上去没有用。郡守他是皇亲国戚，就算上交上去了，最多也是大惩小戒。继续说。你也想让郡守死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找到郡守造反的证据，到时候不止郡守，就连郡守的9族都要死。不然单纯的交出账本，根本无法真的推翻郡守。等他休养完之后，你们这些人都会迎来他变本加厉的报复。郡守啊郡守，只要让我拿到了你造反的铁证，加上那个账本，到时候你9族都要死，所有和那个账本有关联的人都得完蛋。对，你这可是为了夏朝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少跟我在这废话，说，怎么才能找到郡守造反的铁证？前段时间，郡守刚将传国玉玺偷出来，然后又主动请缨帮忙寻找，但实际上他就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。而那传国玉玺就在将军的手里，将军是除了郡守之外最强的人，目前人在西华山的山脚下，带着自己的亲儿子隐居，就等着郡守造反成功。西华山脚下离这儿也不算太远，以我的速度应该很快就能到。大哥，你现在能放过我吗？我可以给你当人证，单纯把传国玉玺交上去，郡守完全可以污蔑你是偷走玉玺的人。但是有我在，是个人都知道我是郡守的手下，这样子人证物证都在，
郡守他必死无疑。你呀，能背叛郡守，一样能背叛我。你这种人我是不可能要的。嘿嘿，你至于人证嘛，我完全可以威胁那个将军做人证嘛。哼，唉，变成猎鹰应该很快就能到。我到时候抓到了那个将军，拿到了传国玉玺，再加上账本，那可就是人证物证俱在。郡守啊郡守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山脚下就只有这么一个主屋了，8成就是将军和他手下所在的地方。爹，我们真的要走吗？那玉玺怎么办？穿上这身重甲，就要叫我将军，不要叫爹，明白吗？而且郡守大人现在有麻烦，我们必须前去支援。玉玺就放在这屋里好了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此地人迹罕至，附近还有一头巨熊在，没有人会来的。啊！居然还有巨熊，这下必须要拿下这2个人了。老虎的力量，一般人可抵抗不了。你的力量怎么这么强？你也有点东西嘛！放开将军！这父子2人联手不简单，还穿着重甲，我没有办法正面击败，得想办法削弱他们的战斗力。此人不简单，要小心一点。我们一起上！贼人再吃我们一剑！那个人呢？怎么只剩一只蜜蜂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一个人会凭空消失啊？这2个人实力都不差，一身重甲更是很难对抗，我得让他们脱下来。哎呀呀！这只蜜蜂怎么一直盯着我们？给我滚开！你这只烦人的虫子！你怎么又出现了？我知道你们在守着什么东西，乖乖把它交给我，我还能放你们一马。不知道你说什么，受死吧！我可没打算杀你们，不过我可给了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你有风毒在身，又无重甲，不能久战。走，去哪里啊？无论去哪里都可以，先走。武功高，逃跑也挺快的，不过你们能逃到哪儿啊？逃到现在，风度应该差不多了，准备战斗。我倒要看看他在哪里。那混账去哪儿了？之前还一直在后面追我们。果然是无能之辈，只会偷袭，不敢堂堂正正和我们战斗。怎么，你们造反就很有能耐？你怎么知道？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我来这儿是跟你闲逛啊？啊！我知道你们守着的是玉玺，等我打败你们，我再好好问问我想知道的一切。就凭你，还不是我2人的对手？巨熊，这可是陆地上的霸主啊！爹，我们居然跑到巨熊的领地了，赶紧走吧！不行，这个人在这里乱说，绝对不能够放他走。我要亲眼看着他死。2位，你们觉得自己打得过巨熊吗？这人疯了吧？哪怕是宗师和这种巨熊对抗，都要无比小心。这是好事啊，爹，他必死无疑。陆地上的最强，我来了！糟了，他又消失了。虚高！哎呀！
我的腿！糟了，这可是我的人证，绝对不能死！怎么又来一头熊？两头熊！啊不，我得带薛刚赶紧走。薛刚，怎么还死一个呀？你敢靠近薛刚，我必杀你！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们了？我还能带他去最近的医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不过呢，你得先把传国玉玺给我，我拿到传国玉玺，一定救你儿子。我给你。给你。哎呦，还真是传国玉玺，嘿嘿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在，郡守死定了。怪不得你不说要杀了我们，居然是让我们背叛郡守。背叛郡守，我就救你儿子，不然就是个死。为了你儿子，你还是背叛郡守，好好做个人证吧。啊！我儿！哎呦，你快让开啊，让我带他去医馆。你干嘛呀？你快放下！我儿已死，玉玺更是被夺，如今已无颜面对郡守。至于你让我背叛他做证人，绝无可能。死了？哎呦，这下没有人证，这可麻烦了。不对，他们刚才说要去找郡守，说郡守遇到了麻烦。他们既然知道消息，那么肯定有联络的书信。哎，让我看看，这郡守到底让你干什么？居然有皇子撞破了郡守要造反的阴谋，现在正带着一个实力相当的大宗师去追杀，这可是扳倒郡守的唯一机会啊！有了这个皇子，还有这个玉玺，就算郡守没有造反，他也是造反。追！天意郡守，不，天意说，饶了我，我就当今天什么都没看见。我的好殿下，你可是看破了我最大的秘密，怎么可能今天就让你这么回去呢？且慢，不要惊动这只巨象。这灵山居然有巨象！哼，我得收回之前巨熊是最强陆地生物的话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收获！臭小子，等我吸收了巨象的血液，再来帮你秒杀那两个宗师。不对，这皮肤厚的要命，根本破不开啊！这个巨象只是个插曲，接下来该你了。不行，先救这皇子一下，然后再想想怎么破开巨象厚实的皮肤。巨熊，你是谁？你的实力堪比宗师，无脸小心点儿。无脸居然能硬接我一招，要是和郡守配合可就麻烦了。不行，不可立敌。太好了，是父皇派人来救我了。这两个人必须死！我靠！不愧是大宗师，那么多高手，只有他能打出剑气。不过我的计划也绝对会成功了。宗师大人，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再坚持一会儿，巨象很快就到了。然后我们一定可以破局的。终于来了！哎，我听说天意郡守是整个王朝最厉害的剑客，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嘛。庶子高耳！
好，快撤！你们好。哦，好。吸收了这次的血液，我不光能获得巨象的力量，而且还能继续升级。我得回去看看。嘿嘿，我现在可以同时使用3种动物的力量，而且现在的空间不仅可以收纳，还可以限制敌人，太爽了！什么？接下来的升级需要收集3种神兽的血液，否则现在就是极限了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神兽不已经早就灭绝了吗？算了，还是先出去吧。天意和无脸必须要解决掉。我要巨象的力量，猛虎的爆发，猎豹的速度。原来这就是集猛虎、猎豹、巨象的3项之力吗？我现在感觉我强得可怕，嘿嘿。哟，二位回来了。秦龙去哪里了？想杀他呀？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哼，真是好笑！你出手之前，我就看破你的武力，你一个人根本挡不住我们2个人。哎！你这家伙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强？小心！不错不错，这就是我最强的力量。击败世间最强的宗师也是易如反掌。李珊，我跟你拼了！呀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金刚宝剑！金刚嘛，完全没感觉啊！我的右臂，以后我再也不能用剑了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嘘，别说话，该睡觉。嘘，别说话，该睡觉。快走！记得为我报仇！快走！报仇，痴人说梦。我天意这么些年，树敌无数，自知有一天必定会被某个素不相识的仇人斩杀。你今天或许能杀了我，但你以后绝对永无宁日。那我就先杀了你。这喝的什么东西？受死吧！这怎么回事？今天你死定了！我说的，尝尝我的拳头。你也该躺下了。哇！天意喝了什么东西？身体比之前硬了至少数倍，而且压根不怕疼。哎呦，宗师，哦不，天师，您这也太强了吧！原来你就在不远处躲着呀！不过正好，这些东西你拿着。你果然是天下无敌的天人呐！我呢，只是不想被郡守打扰而已。这4箱是他的账本，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？玉玺，果然是天意拿的，他这次必死无疑，九族全诛灭。哦，还有这账本上所有的人都要下狱。好，这就对了。天意还想派人追杀我，痴人说梦。天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说服我父皇，天意的全部族亲，还有支持他的人，全都杀了。不过按照你这么说，皇室也算是天意的亲人。当然了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谁？放开殿下！这皇家宗师终于来了。冷静点，这位
可是救我一命的天人，他一个人就杀了天翼郡守啊！哦，还击退了那个拳法宗师无脸。这么厉害，感谢你救了我们殿下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皇上绝对会答应。我的要求，恐怕你们是满足不了了。你们知道哪有神兽的消息吗？神兽？这不是早就消失了吗？不，据我所知啊，神兽确实存在，只是已经数千年没有出现了。唯一的线索就是附近的灵山。你们的意思是灵山上有神兽？其实我也没有亲眼见过神兽，不过据我所了解的传闻而知，灵山是目前最有可能遇见神兽的。好，不错，你们的消息对我很有用，能帮到天人也是在下的荣幸。好，事已至此，我也该告辞了。我靠，果然是天人啊！神兽怎么还不出现？难道是火势不够大？怕什么？大不了我们放火，把整个灵山都烧了。难道这里真的有神兽？他们这是想放火烧了整个灵山，逼出神兽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谁？哎，你们几个为了逼出神兽，竟然放火烧山，真是该死！哪里来的弱鸡？竟然对我们黑灵卫指指点点！废什么话，杀了他！我们还有事要做。好，怎么可能？就算是宗师，也不可能一招秒杀。你们都是宗师啊？真奇怪，现在宗师都已经烂大街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别说话，爹爹哄你睡觉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被你一招击败？懒得跟你们废话，快说，神兽在哪儿？哎，又是这瓶黑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饕餮血，饮下之后不仅可以延年益寿，还可以短暂提升实力。只是喝下以后，后续必须要喝越来越精纯的饕餮血，否则就会爆体而亡。延年益寿，怪不得你们一个个都是宗师啊！所以你们进来是为了找饕餮，获取他的血液。来这里是为了找玄武，神兽玄武就在此地。拿到他的血液，我就可以复活饕餮，届时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饕餮心血，永生不死。想复活饕餮，白日做梦。不要杀我们！可是我该怎么找到玄武啊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到灵山山巅了？后生莫怕，你很安全。你是？我就是玄武。您就是玄武？真的是玄武吗？挥手就能召唤出来风雨，您真的是神兽玄武？我还以为您会很大。确实，我是很大，毕竟你脚下的这座灵山只是我龟壳上的一个小凸起而已，更多的还在土地下面。这么大的一个灵山，只是您背上的一个小凸起啊！当然，而且我还知道你来此是为了什么。拿着吧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血液。你来的路上已经看到黑灵卫，他们正在尝试复活饕餮。一旦成功，世界万物将会全部被吞噬，谁也不能例外。而你，我看得出来，神龙百变在你身上，击败饕餮必须要靠你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前辈放心，晚辈绝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这就是神兽的力量吗？试一试这力量的深浅吧。这玄武的力量也太强了吧！
这份力量还不算强悍。对于你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找到另外2大神兽的血脉，皆是龙神百变大成，3大神兽力量在身，到时候你绝对可以击败饕餮。麻烦前辈告知剩下2大神兽的具体位置在哪儿。你去往极东之地，凤凰就在那边。至于真龙，我确实不太清楚它在哪儿，不过它和凤凰关系匪浅，你找到它就能找到真龙。多谢前辈告知，晚辈这就启程。凤凰在哪里？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这里只是叫凤凰村，根本没见过凤凰啊！杀了他，问下一个人。你是什么人？杀你们的人，敢阻拦黑灵卫办事，找死！你先走。你居然能挡住我的全力一击！你挡了我一击没事。哼！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我可是黑鳞将，难道你跟我们一样喝了100年的饕餮血？那种垃圾，也就你们这种东西会喝。找死！结阵上！怎么可能？什么狗屁黑鳞将？在我看来，你们和那些宗师修为的黑灵卫没有任何区别。你死定了！来得正好，我倒想看看玄武最强的防御特性到底有多强。来，打我！就这？是我太强，还是你太弱呀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吸收了玄武的神血，有了神兽的力量加持，凡人的力量再强，又怎么能强得过神兽呢？这怎么可能？屠杀整个村的村民，真该死啊！天人，真的有天人来救我们了！大家不用躲了，都出来吧！天人，这世界上居然真的有天人啊！不用下跪什么的，我肯定会帮你们的。这是神兽玄武，是玄武大人。玄武大人，不愧是掌握水土的神兽，居然帮我们灭了火，还重建了房子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都说了，不需要下跪什么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玄武啊。你以玄武之姿救了我们，你就是玄武。行吧。那你们知道凤凰在哪儿吗？凤凰大人来去无踪，他最近似乎在找真龙，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清楚。不过你要是真的想见凤凰，可以去山上，山顶有梧桐树，上面就有凤凰大人的巢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他。我靠，这么大，这树怕不是能连接天地？这我上哪找凤凰巢去啊？凤凰回巢了。凤凰仙子，终于见到您了。无需拘谨，我从真龙回来的时候，听见村中人说你的事迹，多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救这凤凰村呢。凤凰仙子，您不必这么说，您肯定有办法解决的嘛。我虽为神兽，但执掌的是风与火焰，这2样放火可以，但灭火毫无作用。你不必自谦。这个就是您的血液。自然，当我听村中人说有玄武现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山海传人来了。毕竟玄武那家伙10000年都不肯挪个窝。这就是凤凰的力量吗？我感觉我浑身在燃烧，我想试一下这份力量。
这就是神兽的力量吗？太强了！你现在已经掌握了风与火焰，不过我最强的能力是恢复能力。你现在还有玄武的极强防御，我想这世间应该没有人可以杀你。这世间是没有人能杀我，但是饕餮可以。他不是人，他是上古凶兽。没错，但凡是和神兽或者凶兽沾上边的，还是可以杀你。你接下来还是要去找真龙，他就在北边的昆仑山。昆仑山吗？那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且慢。真龙他的性格很高傲，虽然说你是龙神百变的持有人，但是你必须展示出自己的真正实力，他才有可能给予你他的血液。我明白了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我从昆仑山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些黑灵卫，他们身上携带着饕餮精血，这些饕餮精血一旦饮下，就会让饕餮的凶兽之力降临到自己身上，届时你需小心，切不可托大。多谢凤凰仙子，晚辈谨记。去吧，山海的传人。这么大，我上哪儿找真龙去？黑色的火焰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火焰。那是真龙？不对，也有可能是饕餮，得做好战斗的准备。玄武之力，凤凰之血，巨象之力。这是黑鳞将啊，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寻找真龙，寻找真龙。这是疯了！居然能把我击退，绝对不是人类的力量。我可有凤凰恢复之力，看谁耗不死谁。让我瞧瞧你有多厉害！我靠，这都杀不死，这凤凰真火都烧不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果然是山海传人，但眼下实力不够，先看看他品性如何。后生，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你谁啊？你怎么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啊？我是隐居在这里的隐士，对阵法有些了解。我看这黑灵将变成这样，是因为他吃了饕餮的血肉。不过我已经解决不少了。前辈有解决这东西的办法，还请传授于我，我有重要的作用。我也杀不死他们，只能暂时镇压。不过你若想击杀，得寻得一把趁手的兵器。我猜你一路过来都是靠绝对实力碾压过来的吧？我之前一直觉得我自己不需要兵器，不过看现在这个状况，我也确实该拥有一把趁手的兵器。那你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寻找一把趁手的兵器。我知道有一把兵器名曰斩龙剑，它可斩龙，自然也可以伤到饕餮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远不远？我来这儿是为了找真龙的。找到斩龙剑，真龙自现。真的吗？你还知道别的办法找到真龙吗？前辈，等等我。还是赶紧跟我走吧。等等我！隐士，这到底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什么地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。3个染血黑鳞将，中间还有一把剑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黑鳞将都是受饕餮血肉的影响，而中间的那把剑就是斩龙剑。你只需要击败他们，取出中间的那把斩龙剑即可。那我想想办法吧。
只有拿到斩龙剑，才可以召唤真龙。后生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我就在旁边看看你如何出手。如果他能拿到斩龙剑，就应该测试一下他的品性，不然，斩龙剑在一个疯子手里，天知道会闹出什么样的乱子。前辈，你能不能使用一下那个阵法？我靠，人呢？不会跑了吧？算了，我还是靠我自己吧。这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叫声。山海传人武饕餮，绝不会让你取走斩龙剑。居然已经被饕餮控制了意识，好机会！你取不走斩龙剑，那可不一定，有本事你们一块上！哼，你们这些人都眼睁睁地看着我把剑拔出来。实力不够，便智取。这传人足够机敏，接下来看一下他的品性如何。这怎么有个孩子呀？好，不拔了。你先走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哎，饕餮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哎，不是你们一直盯着孩子干什么？你们的对手是我。因为他们很清楚，限制住了我，便可以限制住你。隐士，您怎么又出来了？孩子，我就是真龙，你赶快去拔出那把剑，这里我来阻止他们。真龙，你终于出手了。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？你的对手是我。你们死定了！斩龙剑，找死！哎，这把剑这么厉害？自然，这把剑顾名思义，连我都可以斩杀，而且我也无法拔出这把剑，只有实力强横的山海传人才能将它拔出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更有底气跟饕餮一战。不过，单单只有他，你还无法发挥出来他的全部实力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真龙之血，它有且只有一种力量，那就是极致的功法。当你完全消化了我的力量之后，再加上这把斩龙之剑，就可以完全打败饕餮。晚辈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我终于掌握了所有神兽的力量。居然所有的动物都被我点亮了。哎呀，让我读读书。我现在可以使用3大神兽力量的同时，还可以使用我这一路上收集所有动物的力量。而且我现在这个空间，可是连饕餮都可以控制住啊！这样一来，跟饕餮一战，我就更有把握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这是万兽袍，
我感觉体内的力量又翻了1倍。哼，这下饕餮怎么跟我打呀？真想现在就找饕餮试试我的斩龙剑。哎，真龙呢？传人，饕餮已得知你成功集齐3大神兽的血液，并持有斩龙剑。他自知已经无法寻找到机会得到我们3大神兽的血，现在正在附身黑灵将，大肆屠杀凡人。你收集复活所需要的血液，你出来以后前往南边寻我。该死的饕餮，拿不到神兽血液就狗急跳墙屠杀凡人，我定杀你！回来吧，我的血石！该回到我的熔炉中了。饕餮，放开他们！就凭你，斩龙剑！哼！我还以为是黑鳞将呢，没想到是被饕餮直接寄生了，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这样。你们阻挡不了我的复活！当我不存在，我拦住他！这就是斩龙剑！没错，这就是斩龙剑。切，我还以为有多强。骊山，你快继续南下，真龙和凤凰都在路上了。我9万城池的百姓就过去。好，那我先走一步。师兄，你还要做饕餮的帮凶？他夺取我们血液的计划已经失败，就算借凡人的血液，他的实力也不可能恢复到巅峰。没错，山海传人已经在路上，你现在抵抗，无非是找死。全是废话！想要接近我主人饕餮，先从我身上跨过去。传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2位久等了。饕餮在哪儿啊？只要将他击杀，把他封印在此处。他是饕餮的手下最忠诚的大将，击杀了师兄，就可以激活阵法。最忠诚，交给我了。废话少说，就让我看看你这个能击杀饕餮的传人到底有多厉害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可是连你那个狗屁老大都能斩杀的斩龙剑，你的剑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。为什么要阻止我们？不如加入我们，与我主人一起统治世界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死吧！小心！哎呀，这爆炸威力也太大了。幸好我用空间拦住了。还是你足够机敏啊！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打开阵法吧。不，这阵法必须要玄武本人在场才能打开封印。终于还是赶上了，我玄武可不能拖后腿，结阵吧！去吧，传人，现在正是饕餮最脆弱的时候，你一击就可以将他斩杀。传人，看来凤凰说的没错，现在是你最虚弱的时候。3大神兽的血你没得到，屠杀凡人、吞噬血液你也被阻止，你的复活计划彻底失败了。死吧！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你以为我只会这一招是吗？剑斩实体是为了不让你再为祸世间，空间锁魂魄是为了不让你再控制他人。接下来你就一个人在这儿享受无尽的孤独吧。你这个传人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！恭迎传人。不必如此，饕餮已经无法再维护世间了。不过此事并不会因此而结束，我们还需要抚平他带来的伤痛。走吧，随我一起去为那些无辜之人重建家园。是。